我还是很难相信，侵蚀之律者已经诞生了，而且是诞生在这么一个引导机器人上。但事实就是如此，这台机器有着不应该属于它的意识，一种想要扩散的欲望。现在与之相连的我，都能明显感知到。我还以为律者的先决条件是人，或者说思想，这就很难界定了。至少和人类婴儿相比，现在的他显然更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但也只是和婴儿相比，而这也是人类最大的幸运。你认为他之所以一直留在那个停工的实验室里，迟迟没有动作，是因为他还很年幼？毕竟这位侵蚀之律者也只是一个出生的婴儿，他或许拥有知识，但不确定该如何去实践，也没有成长的机会，所以全能和力量都很孱弱。恐怕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律者至今所做最多的尝试只是备份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因为通过某种更高维的途径察觉了3个组织的包围网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总之，在那个停工的实验室里，他至今为止做出的备份的尝试也仅止于同样没有联网的设备。能追踪到吗？都在这里了。这就是最后一个了。没错，都对得上。你确定他就是律者的本体，而不是另一个备份吗？我不能确定，但所有向外的侵蚀都源自他，我并没有看到向内的部分。除非侵蚀之律者还能以另一种方式，超脱现实的方式寄宿到其他个体身上，但那真的有可能吗？如果确实如此，至少对于这个任务，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。我会如实汇报的。接下来就是找出清单上的这些设备，然后一一销毁。但千万要注意手段。还记得我们在行动前设想过的最坏的可能性吗？如果我们晚了一步，引导机器人的销毁工作已经提前开始了，那么此刻侵蚀之律者很可能已经理解了何为死亡，并以此获得死地求生的意志。想要活下去的执念，那才是他最恐怖的力量。正如前一次降临时，作为宿主的那个女孩在生命尽头体悟到的绝望和愤怒。好了，接下来还有一项工作需要你来完成。我很庆幸这次来的人是你，对于我，那就是最后一步了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还记得曾经的人类是怎样战胜侵蚀之律者的吗？他们最后将它封印在了一个黑匣子里，而这一次的黑匣子就在你面前了。可惜，如果你能一辈子不联网，我们或许还有其他办法。哈哈，还是算了吧。要是被他发现，不是我自夸，自己获得了一具多么完美的躯体呀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好了，拿出来吧，黄泉之杖，是时候告别了，老朋友。至少在最后，告诉我你的愿望是什么吧。还是算了吧，一旦说出来，我也会不想死的。
外面的那位，我还以为你走之前会打声招呼呢。我还以为你会在悲伤中再沉浸一段时间呢。他的事吗？和你无关吧？那么，曾经在此地被你伤害的女武神，是不是也与我无关呢？你是来找我算账的？当然，只不过不是现在，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方式。那我只能说声谢谢了。不客气，毕竟这世界上有很多现实都会超乎人们的想象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天命组织感谢你们为恶之律者所做出的贡献。娜塔莎小姐，我们后会有期。除非侵蚀之律者还能以另一种方式，超脱现实的方式，寄宿到其他个体身上，但那真的有可能